为了孤立台湾，北京祭出各种奥步，逼迫一个小国跟台湾断交，结果不但没得逞，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逼得美国亲自出手相救，让北京当场破防。这故事牵涉台湾在全球仅存的一些邦交国，以及美中台之间错综复杂的角力。为什么中国会如此在意一个人口不到2万的小国？观光客也能当外交武器吗？而这场外交拔河的结果，对台湾与北京又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脉络。首先，我们得了解北京为何极力想要拔除台湾的邦交国。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岸一直处于一中之争的境局。北京坚称自己是中国在国际上唯一合法代表，不容许他国承认台湾、中华民国，而台湾则努力维系少数邦交伙伴，好在国际社会保有一席之地。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国力上升，台湾的邦交国数量一路下滑，从上世纪60年代的数十国到1990年代中期仅剩30国左右。2008年到2016年间，由于当时台湾政府趋于亲中路线，北京曾短暂与台湾维持所谓外交休兵，不再挖台湾邦交墙角。然而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民选产生且立场偏向台湾主体，这令北京大为恼火，认为统一进程遭受阻碍。北京随即撕毁休兵默契，全面启动对台外交围堵。自那之后，中共频频出手施压台湾剩余的邦交国，务求达成他的3个零目标，让台湾零邦交国、零国际空间以及零谈判筹码。短短几年间，台湾的正式邦交伙伴从20多国锐减至仅余10余国，撒头美金利诱，威逼恫吓并用，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在全球上演。看看2016年以来台湾接连失去的邦交国清单，就能明白北京攻势之猛烈。当年年末非洲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首先与台湾断交投向中国，隔年中美洲的巴拿马这个台湾长期重要盟友也突然倒戈，震惊国际。接着201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布吉纳法索、萨尔瓦多相继弃台投中。2019年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和吉里巴斯也被中国以巨额投资与援助挖走。2021年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更是在一夜之间与台湾断绝长达数十年的关系，直到2023年洪都拉斯新政府转向北京，让台湾邦交国数目一度降至13国驻央爱。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断交潮让台湾人心惶惶，也让北京愈发自信，仿佛全面孤立台湾指日可待。然而就在中共志得意满准备收割下一个战果时，他们遇上了一块硬骨头，一个哪怕被逼到经济重创也绝不向北京低头的小国，这就是太平洋上的帕劳共和国。帕劳是台湾在西太平洋上重要的友邦之一，这个国家由数百个珊瑚礁小岛组成，人口不到2万，资源稀少，但却拥有战略位置和珍贵的海洋生态。帕劳自1999年起与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一直以来台帕关系稳固友好。台湾常年在当地投入医疗团、农业技术、人力培育等合作计划，帮助帕劳提升生活水平。对中国而言，帕劳的分量或许无法和宏大的“一带一路”项目相提并论，但在外交棋盘上，这小小的国度却有着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如果连帕劳这类与台湾邦谊深厚的伙伴都被拔除，那么台湾在太平洋地区将更加孤立，同时美国在该区域的军事布局也可能受到牵动。没错，帕劳虽小，却是美国自由联合协定 COFA 成员之一，美军享有在其领土驻扎和演训的权利。换言之，帕劳不但是台湾的朋友，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军在第一岛链西端的一枚棋子，也难怪北京对他虎视眈眈，视作必须拉拢或削弱的对象。北京瞄准帕劳后，很快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施压突破口：观光旅游业。帕劳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对观光业的依赖极高。观光业全盛时期曾占帕劳经济产出的2/3以上，更贡献了1半以上的外汇收入。特别是在21世纪初，来自亚洲的游客大量涌入这片碧海蓝天，其中中国大陆旅客后来居上。根据统计，2008年中国赴帕劳旅客仅占总游客不到1%，但到2015年已暴增至过半数。
成为帕劳最大的观光客源。当地的饭店、餐厅在2015年至2017年间一度宾客盈门，门庭若市。然而，这种繁荣背后埋藏着帕劳高度仰赖单一市场的脆弱性。一旦中国这个大客源有个风吹草动，帕劳的观光命脉就将受到重击。北京当然深谙此道，并决定毫不留情地祭出观光祭品。2017年底，当帕劳明确拒绝北京要求其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共建交的施压后，中国政府立刻大动作地把帕劳列入了所谓中国公民旅游禁令黑名单。这道禁令禁止中国旅行社组团前往帕劳旅游。对一个60%观光客来自中国的国家而言，这简直像是一下子被掐断了经济动脉。果然，自北京颁布旅游禁令后，帕劳的观光人数应声骤减，度假村和饭店空荡荡，岛上许多以旅游业为生的居民收入锐减。据当地统计，帕劳的 GDP 在随后几年大幅下滑，2021年更重挫了 12%， 可谓元气大伤。这场由中国一手造成的观光寒冬，仿佛在向帕劳发出赤裸裸的威胁：不跟台湾断交，好，那就休怪我们让你的经济遭殃。中国确信，面对如此沉重的经济代价，这座小岛国终将顶不住压力，乖乖就范。毕竟，在经济存亡和外交理想之间，多数现实主义的国家领袖都会选择前者。然而，北京这次打错了算盘，帕劳在挨了一记重击之后，虽然一度摇摇欲坠，却没有跪地求饶。相反地，这个顽强的小国硬是咬牙撑住了，向世界展示了一场以小博大的外交抗衡。那么，帕劳是如何撑过中国这一轮经济绞杀的呢？答案就在于其灵活务实的外交操作和盟友驰援。首先，台湾没有袖手旁观。作为帕劳的老朋友，台湾深知帕劳观光业挫折对其经济打击之大，于是在北京封杀观光客的同时，台湾加码对帕劳的各项协助。一方面，台湾持续派遣医疗团、农技团，稳定当地民生产业，减轻观光衰退带来的民生压力。另一方面，台湾也想方设法刺激台湾旅客和其他国家游客赴帕劳旅游，弥补中国客源的流失。2021年新冠疫情稍缓时，台湾和帕劳甚至创新地启动了亚洲第一个旅游泡泡，允许台湾游客在严格检疫下成团赴帕劳观光，成为当时疫情期间难得的国际旅游亮点。虽然旅游泡泡计划因种种限制效果有限，但足见台湾对帕劳的义气与在困境中拉对方一把的决心。此外，帕劳总统惠恕仁在2022年10月亲访台湾期间，也特别呼吁台湾协助后疫情时代振兴帕劳观光。台湾方面迅速响应，不仅在隔月由副总统赖清德率团回访帕劳，协助宣传帕劳的海岛观光魅力，还促成中华航空自2022年11月起恢复每周2班台北直飞帕劳的定期航班。台湾此举无异于在帕劳最需要观光客的时候拉来了稳定的客源。虽然台湾毕竟人为有限，难以完全填补中国游客缺口，但起码表达了风雨生信心的支持态度。帕劳人民看在眼里，也更加体认到台湾这个朋友的可靠。然而，要真正抵抗北京的经济胁迫，光靠台湾一国之力远远不够。于是，另一个重量级玩家也登场了——美国。事实上，美国对帕劳的情势早已密切关注。前面提到，帕劳与美国有签署长期的自由联合协定，这意味着美国对帕劳的防务和部分经济援助负有责任。一旦帕劳因中国胁迫而经济崩溃，甚至倒向北京，不仅台湾外交受挫，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布局也会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在此问题上绝对不会袖手旁观。2023年，美国政府正式和帕劳以及同为台湾友邦的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续签了新的自由联合协定，有效期延长20年，并承诺提供高达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据悉，仅对帕劳一国，美方未来20年内的援助金额就接近9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对人口稀少的帕劳而言，可谓市场及时雨。这笔资金涵盖基础建设、教育、医疗等多领域，意在强化帕劳的经济体制，降低其对单一国家市场的依赖。简单说，
美国直接替帕劳吃下了定心丸，不用怕中国不来观光，你的经济我们帮忙撑。除了资金援助，美国也积极介入帕劳的基础建设与社会发展计划。例如，在地缘政治博弈下，美国提出方案协助帕劳建造一座新医院，条件是帕劳同意接收最多75名第三国的非法移民做安置。帕劳政府权衡利弊后接受此提案，获得美方约750万美元的补助以及医院兴建支持。虽然此举在帕劳国内也引发一些争议，国会和传统酋长议会曾表示反对，但最终总统力排众议拍板，显示帕劳政府渴望借由多元援助摆脱对中国观光客经济依赖的决心。美国还额外提供了600万美元协助帕劳改革公务员退休金制度，200万美元强化执法与治安设备，以及50万美元用于建立外资审查机制，防止恶意中国资金渗透，威胁美军设施和帕劳主权。这些精准投入直接补强了帕劳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短板，堵上了中国可能钻营的空子。美国的出手远不止撒币这么简单，在外交舞台上，美国也为帕劳公开撑腰。2024年8月，帕劳总统惠恕仁公开受访时直言，中国公开告诉我们不应该承认台湾，还以减少中国观光客作为经济施压手段。他还爆料，早在2020年就有中国派驻邻近国家的大使私下承诺，如果帕劳与台湾断交，改和中国建交，每年将灌进100万中国游客，让帕劳赚得盆满钵满。这番揭露证实了北京利用旅游业利诱威逼的手法。面对帕劳总统难得的直白指控，美国国务院立刻表示关切。美方发言人公开谴责了中国对帕劳的掠夺性经济活动，强调台湾是美国理念相近的可靠伙伴。美方鼓励所有国家都加强与台湾的接触与合作。华府更点名称，中国减少赴帕劳旅客明显是出于对其台湾关系的不满，属于经济施压行为的一环。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如此明确的就中国胁迫台湾邦交国一事发声力挺。不难想象，当这番言论传到北京耳里，中南海的权贵们该有多火大。美国不仅没有站在一中原则上劝阻帕劳，反而高调鼓励各国多跟台湾往来，这简直踩到了北京红线。更令北京跳脚的是，美方的声援并非嘴上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携手台湾给帕劳送温暖、送资源。可以说，美台联盟在帕劳这一案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台湾常年深耕的草根合作，加上美国关键时刻的资金与安全承诺，成为了支撑帕劳对抗北京压力的双重支柱。帕劳政府选择坚守立场，拒绝北京利诱胁迫的同时，更加深化与美台的实质合作，打造更有韧性的经济体制。从北京角度看，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场各个击破行动，硬是被美台联手给搅黄了。北京原本想各个击破台湾邦交国，不料在帕劳碰了钉子，还促成了美台帕更紧密的合作。这无疑就是一次外交翻车。这场较量中，帕劳领导人的态度也至关重要。现任帕劳总统惠恕仁 Surrenjo Whips Jr. 可谓铁了心要和北京刚正面。他上任以来，多次在国际场合作为台湾的发声者，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此外，惠恕仁不止一次直接点破中国的手段，痛斥北京将观光当作武器，对小国进行经济霸凌。他甚至直言，只要我还是总统，帕劳就绝不会改变与台湾的邦交现况。这番话无疑是向北京亮剑，表明帕劳宁可承受经济阵痛，也不愿向胁迫低头。在2024年，惠恕仁面对连任大选挑战时，北京还曾被指出试图影响帕劳选情，例如突然默许重启从澳门飞帕劳的包机航班，陆续修复之前中国投资但闲置的旅游设施，好让帕劳民众再次看到中国观光客前朝的影子，以期动摇他们对亲台路线的支持。然而，这些带有政治算计的经济糖衣炮弹并未改变帕劳人民的抉择。2024年11月的帕劳大选中，惠恕仁成功击败竞争对手连任。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竞选政见之一就是强调帕劳主权不容他国干涉，与台湾的友谊坚定不移。在选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惠恕仁更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在西太平洋的种种扩张行径。
直言帕劳已经和中国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要捍卫自己的主权选择。试想，北京花了这么多功夫利诱恫吓，本想换来一个听话的帕劳政府，结果会树人非但连任成功，还更大胆地公开谴责中国，这让北京颜面何存？可以说，帕劳选民用选票告诉北京，我们不是待价而沽的筹码，我们的民主和外交选择轮不到你中共指手画脚。这对北京而言无疑是又一次重大挫败。面对帕劳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北京当然不甘心就此罢休。在旅游禁令之外，中国还使出了其他几招阴狠的策略。其一是离间术，北京对帕劳国内少数对台湾邦交迟疑的人士频频示好，通过商人和各种管道放话，暗示只要帕劳转向中国，大笔投资和援助会立即到位，帕劳的发展需求中国都可以满足，甚至传出中国人士私下表示，帕劳需要什么，中国都愿意提供，只要断交台湾。这些口头支票听来极具诱惑力，但帕劳方面心里也犯嘀咕，中国真的会兑现承诺吗？毕竟周边已有前车之鉴，比如相邻的基里巴斯，在改投北京怀抱后，中国承诺协助修建的机场跑道计划迟迟未见动静。一些中资在帕劳买下的土地项目也是虎头蛇尾，有开工没完工，种种迹象让帕劳人明白，中国的承诺不见得可靠，很多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其二，北京还采取了扰乱术，包括在区域多边场合上捣乱帕劳的参与。2022年，帕劳等太平洋岛国召开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会议，按规则中国并非会员，但中方硬是试图派员闯入旁听，并游说成员国接受中方版本的论坛协议草案，甚至私下要求与各国代表单独会谈。帕劳等国对此极为警惕，视之为中国试图分化岛国阵营，打击台湾友邦的一环。最终，中国代表被请出会场，图谋未成，但这种不请自来的举动更加深了帕劳对北京的不信任。此外，中国海上民兵船只与科考船这2年也频频出没于帕劳附近海域，有时未经通报就闯入帕劳专属经济区，在靠近敏感设施处游弋。帕劳对此多次提出抗议，认为这些无疑是对其主权的挑衅与试探，甚至有一起轰动的间谍船事件。2023年，据报有中国籍海洋调查船长期停泊于帕劳海域，帕劳怀疑其从事海底电缆侦察等间谍活动。这些行径都显示，北京正从经济层面扩大到安全层面，全方位向帕劳施压，目的很明确，不外乎是让帕劳在巨大的压力下产生恐惧和动摇，进而在外交路线向中共靠拢。然而，北京可能低估了帕劳人的骨气，也忽略了民主国家的一大特点，外来霸凌往往更能激发其民族意志。面对中国的种种文攻武吓，帕劳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例如，近期帕劳和邻近的菲律宾开展了海上巡防协训，明确表示要共同因应南海局势外溢的风险。美国也顺势扩大在帕劳的军事存在，包括在帕劳设置雷达监侦设备，进行爱国者飞弹试射演习等，一连串动作告诉北京，你用武，我更不退让。北京试图恐吓小国就范，结果引来更大国的军事介入关注。这下中共搬起石头，可真砸到了自己的脚。随着美台的协助和帕劳自身的努力，到了2025年前后，帕劳的经济开始见到曙光。疫情过后，全球旅游缓步复苏，帕劳观光业在2024年回升了约 6.5%， 预计2025年有望成长 8%。尽管这些成绩主要归功于邻近亚洲市场旅客回流，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游客数量增长，但也说明帕劳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更妙的是，帕劳和台湾合作正在探索新的高端观光模式，例如台湾企业计划在帕劳投资兴建大型高级高尔夫度假村，提高帕劳观光产业的层次，吸引消费能力更强的旅客。这将有助于帕劳摆脱对低价观光客的依赖，减少被单一市场牵着走的风险。同时，美国的援助资金也陆续到位，使帕劳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有了底气。可以说，帕劳如今的经济命脉已不再完全仰赖中国游客的施舍，
抗压能力大为提升。正因如此，当北京再度用恢复观光利诱作为交换条件时，帕劳有了更足的底气说不。实际上，帕劳官方已多次表态，欢迎中国游客以个人身份观光，但绝不会以出卖外交原则为代价换取中国官方组团观光的解禁。一边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一边是国家尊严与长远利益，帕劳选择了后者。这不仅是一国尊严的捍卫，更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讯息：面对霸道威逼，小国未必只能逆来顺受，只要有理想，有盟友，就能够顶住压力，捍卫自己的选择。说到这里，北京在帕劳的如意算盘几乎算是彻底落空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此时北京当局的心情。原以为区区一个太平洋小国，摆出经济大棒加胡萝卜的套路就能手到擒来，不料对方硬气得很，不吃这一套，不但没能让帕劳断交台湾，反而把美国这个更大的对手招惹进来，令自己陷入更不利的境地。可以说，这一回合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丢了面子，损了里子。难怪有评论形容北京直接破防。所谓破防，指的就是心理防线被攻破，情绪失控。虽然北京官方不会承认失败，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们仍能窥见中共高层的懊恼与恼怒。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帕劳问题时，罕见地用了带有谴责的措辞，声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暗批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挑拨离间，不得人心。这种话语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暴露了北京的恼羞成怒。一向自诩经济利器无坚不摧的中国，在帕劳碰了钉子，如今只剩打口水仗来发泄不满。另外，中国官媒也对此事进行了火药味十足的评论，指责帕劳被台湾和美国绑架，宣称中国的大门随时敞开迎接帕劳回头，同时威胁不要错判形势，否则将自食苦果。这些强硬但空洞的话语正映照出北京在具体行动上已然束手面对一个不听话的小国，他除了继续喊话和等待别的机会，暂时无计可施。更令北京焦虑的是，帕劳的翻转并非孤立事件，而可能预示着一股对其不利的趋势正在酝酿。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已与北京建交的国家开始对中国的承诺和做法感到失望，甚至出现回头看台湾比较好的反思声浪。在拉丁美洲就有明显例子，洪都拉斯在2023年与台湾断交转投北京怀抱时，时任总统高喊着中国会给予经贸大单，替国家带来繁荣。然而仅仅2年后的2025年底，洪都拉斯举行大选，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该国2位最具胜算的总统候选人居然异口同声表示，上任后将断掉与北京的关系，重新与台北建立正式邦交。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跟中国建交后，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捞到，和台湾在一起时反而过得更好，这等于公开打脸先前倒向中国的决策。洪都拉斯在80多年邦谊后选择与台湾分手，曾是北京引以为傲的战果之一，没想到短短几年就闹出可能复合的戏码，让中共颜面无光。如果洪都拉斯真的再度承认，台湾将成为数十年来首见的断交后复交案例，也将极大鼓舞台湾的外交士气。北京辛苦经营的战果土崩瓦解，难道能不急吗？还不止如此，中美洲和加勒比一些原本摇摆不定的国家，最近也在重新评估和中国交往的利弊。例如，曾在2017年与台湾断交的巴拿马，这几年本期待中国投资大举涌入，建港口、桥梁、高速公路，但很多项目不是跳票就是进展缓慢。更让巴拿马心寒的是，他们发现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如承接美国半导体供应链西移的机会，还是得仰赖曾经的老朋友台湾。在现实利益面前，巴拿马近来对北京的热度明显下降，甚至宣布不再续签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备忘录，转而加强与美台的产业合作。有趣的是，去年11月，有10位巴拿马国会议员和顾问团低调访问台湾，寻求商贸合作。结果他们在行程中接到中国驻当地大使连环施压的微信，要求他们立刻取消访台行程。这些议员一时紧张不知所措，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随即出面安抚，
承诺支持他们完成访台。这起插曲表明，即便北京试图恐吓阻挠，但美方的影响力已让许多国家有了对抗压力的底气。再看加勒比地区，圣文森及格瑞纳丁等目前仍是台湾盟友的国家，原本其反对党扬言一旦上台就要与中国建交。然而随着美国在该地区展现军事存在，美军舰队频现背后水域，以及对中共影响力的强力牵制，这些国家新任领袖纷纷转轨，放弃了倒向北京的承诺。他们顾忌的不仅是中国经援能否兑现，更担心一旦触怒美国，将招致难以承受的后果。由此可见，美国川普政府自2025年起重新执政，在西半球加大对中围堵力度，使得这些小国衡量之下更倾向留在台湾阵营以讨好美国。而中国先前在拉美的某些策略也爆出丑闻，例如巴拿马前总统瓦雷拉被揭发在转与北京建交后，其家族企业获得中国方面数千万美元的大单，被质疑收受利益交换外交决策。又如南美巴拉圭，目前仍是台湾邦交国的调查报道显示，有中资协会人士私下对记者吹嘘，称为了让巴拉圭与北京建交，我们可以行贿，钱不是问题。这类消息传开，让许多拉美民众对中国外交手腕产生反感和警惕。可以说，北京过去凭借金援利诱、所向披靡的态势，如今正因为承诺跳票、行事不透明，甚至涉嫌贿赂，而遭遇信任危机。曾经一边倒向北京的风潮正在趋缓，甚至出现往回拉的迹象。这正是帕劳翻车事件所折射出的更大意义。中国对台湾盟友的外交围剿并非无懈可击，相反，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下，任何霸道强权的策略都有可能反噬自身。北京企图孤立台湾的攻势，眼下正碰上美国强力反制和各国重新算计利益得失的状况，开始显露疲态。综合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环绕台湾邦交国的暗战正在悄然转变格局。过去几年，北京一路高歌猛进，拿下台湾多个邦交国，一度让台湾陷入前所未有的外交低潮。然而帕劳事件告诉我们，剧本并非只有北京想象的那种结局。小国有小国的生存智慧，民主阵营也并非任人宰割。当北京步步进逼之时，台湾和美国以及其他盟友若能携手共进，就有机会将危机化为转机。对台湾来说，保住每一个邦交国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维系国际合法性的关键支柱。对北京而言，拔除台湾的每一块国际支撑都是统一大业的重要拼图。正因如此，台湾邦交国虽小，但往往成为美中角力的前线。帕劳的经验或许将成为其他台湾友邦的典范。只要立场坚定又善用外交平衡术，未必不能同时争取发展利益与坚守价值。而美国等民主国家也开始认识到，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再对这些小伙伴视而不见，适时伸出援手，不仅有道义意义，更符合自身战略利益。未来台湾剩下的友邦可能仍然面临来自北京的糖衣炮弹与大棒威胁，但帕劳的故事证明了，只要国际合作得当，中国的经济与外交霸凌并非不可抵挡。当然，我们也不能天真乐观地以为中国会就此收手。相反，北京在外交上碰壁，极可能转而在其他领域加倍施压台湾，例如在军事上展示武力，在国际组织中更加阻挠台湾参与，或者对那些仍然支持台湾的国家祭出新的报复措施。我们或许会问，北京会不会因为外交上失利而更早动用武力对台湾来个一劳永逸？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但正因如此，维系台湾现有的国际支持显得更为重要。每一个邦交国都是台湾在国际体系中的一块基石，也是向北京传达国际不接受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讯号。北京在帕劳的挫败，势必让其更清楚和平统战的成本和阻力。如果理性尚存，他或许会重新思考对台策略的有效性。然而，如果其对内需要强势姿态，则可能孤注一掷，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所以帕劳事件也是对各方的一个提醒。台海博弈不仅发生在军事前线，也体现在这些遍布全球的小小外交角落。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大国与小国的角力，
更是不同价值观与发展模式的交锋。结语来看，中国急了，因为他发现自己苦心经营的外交围堵正在出现松动，逼这国断交台湾翻车，说明霸凌与利诱的旧剧本在觉醒的民主小国面前并不万事万灵。美国一出手，则凸显出台湾问题已成美中博弈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会再让北京予取予求，而北京直接破防，更展现了中共面对挫败时露出的焦躁与慌乱。帕劳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国际政治中，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非缺席。一时的强弱消长不代表永远的胜败，只要信念坚定，伙伴同心，小国也能捍卫自己的尊严，大国也会有踢到铁板的时候。未来的台海局势仍充满变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由世界对抗威权扩张的意志正在凝聚，而北京想要封杀台湾生存空间的图谋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抵抗。这场角力尚未终局，让我们拭目以待下一章的发展，同时也为那些勇敢对抗强权的小国们喝彩。